Hello，大家好。我之前在视频里有说过我的单反相机摔坏了，所以说今天呢，我突然看到了家门口有一个包裹，然后查阅了一下单号，就发现是我的单反已经维修寄回来了，就是这个包裹。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打开看一下。里面是有这个防摔的东西，还有一个这个单据。这是我之前寄过去的这个 ZV-110的机器，然后它上边有给我写注明，写的是什么什么更换齿轮，然后花了这个339的这个价钱。这个字儿写的也太潦草，看不清楚。然后里边呢还是原封不动的一些东西，他都给我原装的寄回来了。因为他让我寄回去的时候是所有的相机的原装的，包括充电器呀，然后包括一些配件啊、插座呀，都是要寄回的，所以他又给我寄回来。这个就是机器的这个修好的这个样子，然后看里面有没有电是有电的。它上面的这个里边还会让你去设置它的一些时间呐，然后语言呐，然后包括这个重新启动的程序。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对，没有问题。然后目前来看是的。我今天就要来说一说这个照相机的这个维修的问题。我是应该从去年2023年9月份的时候坏的。我先说一下它怎么坏的，就是因为我在拍画画视频的时候，然后它那个架子是没有那个就是拧的那个转换头的那种，或者是快插，然后我需要把它就是拧下来，然后放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就要把这个照相机这样转，然后在底下那个螺丝的上边，我没注意，手一抖，然后就从大概其实也就是桌子的距离吧，这么高，也就是1米左右的距离，就是这样子砰就掉下去了，而不是镜头冲下掉的。当时我想的时候是，我觉得它应该没摔坏，而且我静止的看着那个照相机趴在地上以后也是这样子落地的，所以我当时也是第一想到的就是镜头有没有问题。但是我看到它摔到地上的时候是这个位置的时候，我想到是机器会不会摔坏，或者是这个打开的这个地方会不会摔坏，因为它是很容易摔坏的这里。那我当时拿起来的时候就很忐忑嘛，然后发现它没有摔坏，而且我开机了以后它也没有问题，就是刚摔的时候它开机是可以开的。我还拿它可能是导了一下视频吧，转天的时候我再去用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按这个开关的时候，这个镜头就不能伸缩了，就是这样子。你看打开它就不能伸缩，这样伸缩回去，那它机器的这个里边也会显示出你镜头可能因为开不了机，所以无法就是使用照相吧，就是反正就是出现了问题。然后我就联系了我之前买这个官方的这个京东的这个客服，他就让我就是申请了一下就是售后嘛，然后就是派一个快递人来。当时我又把我这些所有的线啊、配件啊那些东西都找出来，然后又原装的这些东西又给他寄回去。寄的时候倒是挺快的，我等了一段时间嘛，因为我觉得他肯定排队也好或者怎样也好，应该会很长时间，然后可能大概其有1个月左右。我就是无意中就是接到电话，是90几几，好像是99几几，就是反正有一个9几几打来的电话，然后我就随手接了之后呢，
他就跟我说我们是京东客服的那个售后，你的相机是不是摔坏了，已经寄到这边。然后我就跟他对话，我说是啊，然后他就说你的这个镜头就是需要更换啊还是怎样的，然后就是需要交一个钱。当时因为现在的这个诈骗的这个电话特别严重，所以我就觉得你用电话联系我的话，我不敢确定就是你上来说的这件事情，因为我是曾经被京东和淘宝打过类似于诈骗电话的那种经历的人，但是我没有上当受骗。这种电话呢，实话实说也是非常有这个风险的嘛，因为你在一个电话里不能保证，对不对？无论他怎样说也不能证明，除非是官网给你发信息啊，他有一些记录啊消息啊，这种电话的方式他没有办法去有记录或者是有一个证据。所以说我就说 OK， 那我就联系一下京东客服，然后再去跟你联系。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先去确认，然后跟他们确定这个事情是他们后台在做，然后我再去跟那个人联系。然后我就去就是手机里面去翻嘛，那个时候京东就是 ZV110的那个官方的客服说，告诉我的答案是他们售后不归他们管，让我去找京东内部的客服联系。然后我又去找那个内部，然后他现在都是一些机器人嘛，你就要玩命的去输入人工，然后把他那个人工喊出来，然后再去叙述一遍，然后再把你的这个退的这个单据的号然后给他，他再去查。然后也是看个人服务嘛，就是有的人会说 OK， 我给你已经联系了那边的人，然后让他跟你联系。但是就是这样反复的，我大概经历了3到4次，我主动的去联系这个京东客服的人工，就是每一次都是不同的人嘛，他们有的时候反馈，有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结果，因为他的京东客服和这个旗舰店里的客服还有维修部里，它是3个不同的机构，可能是部门吧，它每一个部门互相都是没有什么太相关的联系，或者是说他不能给予顾客一个电话呀，或者是一个其他客服的这么一个衔接，他只是说我帮你去留言，然后他会跟你联系，但是我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呀，或者是没有接到电话呀，各种原因没有接听到，然后我呢没有办法去联系到他们，所以我就玩命的去找京东客服的人工，然后京东客服的人工到最后给了我一个支付宝的一个名称，然后让我去说交多少钱，我确定了这个价钱，我就把这个钱等于要交到支付宝，从支付宝呢要再给另外的那个维修部的人发邮件和相关的信息，就是你的这个钱的这个比如说截图啊，或者是你的这个相机维修的这个号码呀，你都要发给他的邮箱，然后他回复你，然后他再给你修。从去年的9月份到现在已经是快2月份了，就是1月中旬吧，这个相机才刚刚的修好，今天才拿到我的手里。其实他修的时候还是挺快的，这个交了钱以后办事肯定是效率快，但是就是我怎么联系上他联系不到，或者是说没有一个维修部的客服，就是人工的那种，比如说在网上的京东里的客服，他们没有，就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买了这个东西好像就跟他们都没有关系了，其他的事情就交给其他人干，就是每一个人就干一摊事儿，然后别人的事情他们也不想管，那以至于我拖到了很久才拿到这个相机。我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我感觉我不是很着急，就是因为我这个相机坏的时候，我在年底的时候我买了 GoPro 12，也是在京东买的，京东的这个 GoPro 12，我也用了2、3回。我原本以为我的这个单反可以用 GoPro 12相对而言说代替一下，实质上其实我觉得是不可以的。所以呢，顺便这个视频呢，我也再说一下，就是我之前做的这个
ZV-110，还有 GoPro 12，还有我现在正在拍摄的这个苹果14 Pro Max。目前来说，我拍摄一些视频或者是长视频、短视频一些其他的东西都是从这3个机器里面拍出来的。所以我想我总结一下，如果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Vlogger， 他拍摄时使用的这个器材的这个总结吧，有一些相关的大家可以去参考。首先我们就来说一下，如果你是要拍长视频，那么我觉得你有一个单反或者是微单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我是有2个 YouTube 号的，然后这个 YouTube 号是我的生活的 Vlog， 然后另外的一个呢就是我画画的，然后会拍很长的视频，可能相近于有时候断断续续的，就是把这个 ZV-110 架在旁边嘛，就会拍1小时啊、40分钟，甚至于更多的时间都是要用它来进行的。你就可以就直接买一个那种假电池放在里面，插到那个接线板上，你就不用去考虑这个电池的问题。所以说 ZV-110 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你有单反相机也好，如果你需要拍一个非常长的视频，并且你不需要动脑子之后去慢慢去剪辑因为如果你拍一个很短的视频，或者甚至于说有一个脚本或者是有一个策划的这么一个视频，你需要这个镜头拍什么，那个镜头拍什么，什么动作，然后1、2、3咔，就跟电影一样，然后开始去做，不满意重拍的话，也许可能还好。但是你要如果想拍一个长视频，就是流水账的呀，或者是说你不用去管，你就可以把它就是放在旁边，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用的。那么苹果的那个手机的话呢，它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苹果手机可能它也能拍出40分钟左右，或者是1个多小时的一个视频，但是它占的它本身机器的内存和你自己本身机器的内存，还有你从苹果手机里面导出来，可能也会稍微有一点点麻烦。因为我曾经有一个视频的一个小段，可能将近于30-40分钟，从苹果导到电脑里，可能就非常失败。第一次没有导好之后，可能就是文件丢失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导出来成功过。所以说术业有专攻它机器本身设计的这些功能是做什么的，可能是它最大的优势。那同样再顺便说一下 GoPro 12，因为我之前也没有用过运动相机，它虽然非常轻便小巧，但是这个发热这个问题简直是我觉得属于这个烫手的山芋，你知道吧？你就是这么把它摆在前面，像我这样哇啦哇啦的说的话，它肯定是不可以的，它会自动关机，然后并且非常热，然后你要等到很长时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又着急去拿到我的这个维修之后的这个单反，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绘画视频是没有办法用 GoPro 来代替的。我需要就是比如说画一个阶段以后，然后它就热了之后我要等它凉了，并且我把我的那个外面的这个保护壳都拆下来，它还是会很热。但是 GoPro 12它拍一些运动的，或者是包括夜间的，它真的是非常不错。反而就是我只能说 ZV-110 的话，它从它的防抖和它就是相机本身拍摄，包括一些声音呐，或者一些其他的方面，可能都没有这么优秀。我选它的原因是，第一，它的价钱比较适中；第二是它对焦性比较强，就是索尼的机器对焦性很快的，所以我也不会把它带出去。其实这3个就是机器呢，它都有它的优缺点，并且可以发挥到它们优点的极致。如果我出去的话，我会选择带 GoPro 和我的 iPhone Pro Max。在它2个的比较来讲呢，我觉得其实不分上下。因为 GoPro 12不管是 GoPro 几吧，就比如说它的运动功能也好，或者是它的方便也好，比如说你可以夹在这里啊，放在这里啊，是吧？或者甚至于就是夹在车上啊，那样拍，防水也好，或者怎样也好，它非常小巧。它就算拿一个杆子去你在外面去拍摄，我看很多 Vlogger 就是去拿这个拍。然后它的优点就是它的前后的这个都会有这个能看到自己屏幕的这个摄像头。
头。就好比如说现在我拍摄，我是用 iPhone 14 Pro Max 拍的，我必须后边用后置摄像头的话，我要后边放一个镜子，然后我才能就是有的时候看到这个空间里面的位置啊，或者是怎么样。那它手机的话，它的缺点它就是不能就是看到后置摄像头的，因为前置摄像头你拍摄它的像素各方面它会非常差，但是后置摄像头 iPhone 现在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是 GoPro 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跟 iPhone 比起来。那其次呢，就是它就是更加方便，然后也不会就是在人群当中很突兀。如果你举着一个这个，或者是比如说像我去医院或者是其他地方你去拍它有这个可以不显示的这个功能嘛，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你没有很多芥蒂心。如果你端着一个单反或者是一个包括 iPhone 14 Pro Max 这么大的一个东西的话呢，就是你一横屏，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你在拍，会有一点点社恐的那种感觉吧。有的人可能觉得举着一个东西去拍自己或者拍别人，他就是比较不太在意别人去看他拍呀，或者是他自己在人群当中拍。但是我本身我也不太喜欢就是站在人群里在那儿又说又拍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也比较介意别人会介意我去拍他，但也许我不是拍他，就是如果你端着个照相机那样去拍人家可能他也不会觉得你是很友善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会买一个小一点的。但是就这3种机器来说，其实它俩都是一个可以说是专业相机，或者甚至于说是专门拍摄照相的这么一个电子设备吧，对吧？但是我们要想一下现在的这个 iPhone， 无论是14 15还是怎样，我个人感觉我是属于不能说是果粉，但是我是从苹果的第1代一直开始用，没有连续用，但是就是用到现在都是在一直用苹果。我觉得苹果做到现在为止，它的这个摄像头做的真的是非常牛，虽然它有点头重脚轻，摄像头做的很大的那种，但是我用就是我之前拍的那个放花的那个视频嘛，我是用苹果14 Pro Max 和我的这个 GoPro 一块拍的。当时是因为 GoPro 在户外的时候它还 OK， 因为现在外面是零下嘛，就是冬天嘛，它还可以坚持很久。但是有的时候它会拍错，比如说我摁错快捷键就是它就会快进或者是慢拍，或者是有其他就是位置不好的地方。但是14 Pro Max 无论是它的时间上只要你内存够，然后还有它颜色，还有它拍摄的稳定性、清晰度，还有它的这个夜间模式，我觉得现在做的都非常优秀。包括苹果手机的电池真的要比GoPro 12要好，我觉得 GoPro 12等到夏天的时候我可能都不会用它，因为用不了。它要是到夏天30-40度的时候，我觉得它都连10分钟它都拍不了的。这个问题我希望 GoPro 能去解决。而 iPhone 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续航。就我无论是拍摄用，基本上现在目前为止都很少会有当天就一半的时候就会没有电或者就基本上就能撑到就是1天的，都不会再去天天想着拿充电宝的那种。然后它的夜间模式也非常好。综上所述，如果真的是这2款机器都是一个摄影器材的话，但是苹果手机它可能是8-9千或者1万多，对吧？看你的那个 G 的容量，你又能打电话，又能看视频，又能剪辑，就简单的那种嘛，修照片或者怎么样，然后又能聊天，然后又能拍摄，哇塞，那我觉得那这个钱花的挺值的。我不是给苹果做这个广告宣传，但是我觉得实话实说来讲，苹果的功能确实是挺强大的。它可以满足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很多的用途。当然就是如果你要是非得要专业，或者是需要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么一个，比如说画质比如说一些广角它可能做不到，对吧？我试了这2款机器，它都是有这个果冻效应的。
就是包括 GoPro 我以为没有，但是 GoPro 的这个果冻效应还 OK， 不是很严重。我曾经拍过一段用不了的视频，就是拿这个 ZV-10的这个拍摄这个防抖，我的天爷呀，这个就是能晃到你吐，你知道吧？这个防抖我觉得真的是太差了。但是苹果我从来都没有发现过果冻效应，并且它的这个稳定性还是非常强，就是它自带防抖的稳定性其实是挺强的。包括你比如说拍摄的时候非常快的速度，是不是这样晃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从你的这个抖动和它的这个速度范围帧数范围来说，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果冻效应的。但是苹果的手机我拍摄的时候从来没有遇见过，所以说如果真的让我选择他们3个人打分的话，我肯定还是会把这个最高分给苹果。如果你有这个想刚刚进入自媒体行业，或者是平时拍一些短视频呢，那你真的就可以就只用苹果就可以了，你不用去买太多这些器具，我觉得是。好了，如果你也是像我一样，就是也是有这些拍摄视频的这个平时的状态，如果你有疑义或者有一些问题呢，欢迎你在下边留言讨论。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感谢你的收看，拜拜。